这个男孩有点奇怪，经常会发出一些怪声，总是被同学们嘲笑欺负。老师也认为他在课堂上故意捣乱，让他道歉，并让他保证以后不再发出怪声。可男孩刚保证完，却又抑制不住地发出了怪声。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怪胎、疯子，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男孩其实是得了一种很罕见的病——妥瑞氏综合症。得了这种病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动作，包括发出怪声，而且这种病多发于儿童时期，正是需要被仔细呵护的年龄。可正是因为大家的不了解，让这些孩子遭受霸凌，给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无法修复的创伤。外人不理解也就罢了，连男孩的父亲也认为他是缺乏自制力，故意捣乱，甚至因此大声训斥他。Stop it! 父亲离开了这个家，他走的那天，男孩期待父亲能给他一个拥抱，但却没有。男孩有些失落，主动扑进了父亲怀里，可父亲却轻轻推开了他，或许在他心里根本没承认过这个儿子。后来，男孩知道自己是因为得了一种病，所以举止不受控制。他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父亲，父亲终于相信了他，愧疚地说不出话来。后来，男孩上了初中，情况并没有好转，还是被同学嘲笑，被老师批评，直到一个校长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一生。校长邀请男孩出席学校音乐会，可想而知，男孩发出的怪声引来了全场异样的眼光。演出结束后，校长将男孩请上了台，问他：“你为什么要发出怪声？”男孩第一次在所有人面前解释了自己的病情，自己无法控制发怪声，而且目前无药可医。校长又问：“What can we do to help you, Brad?” 男孩说 ：“I just want to be treated like everybody else.” 突然，一个同学鼓了掌，紧接着2个、3个，最后所有人都站起来为男孩鼓掌加油。这是男孩第一次被接纳，正如校长所说的那样，教育就是让知识来打败无知。从此之后，男孩就下定决心要当一名老师，像这位校长一样教育影响更多人。但大家都不看好他，带着这样一种病症，怎么可能成为一名老师呢？可男人偏偏不信邪，毕业找工作就是要做老师。在一次次失败后，男人依然没有放弃，他要证明这个病并不会打败他，反而会让他越挫越勇。一次，男人去面试，对方完全不关心他的教育理念，反而像他以前老师们说的那样，对他说：“如果你想在这儿教书，就不能在课堂上发出怪声。”男人生气地拿起简历离开了学校，他逃进车里，抑制不住地哭了出来。很快，学校都已经开学了，男人还是没有找到一家学校接受他，可他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他在地图上把所有的学校都圈了出来，一家一家的试。终于有一天，面到了一家气味相投的学校。面试中，他说当老师是他毕生最大的心愿。面试官说：“一定有什么好老师激励了你。”他回答 ：“I had an inspiring principal, Mr. Meyer, but my teachers, they really only inspired me to be the kind of teachers that they never were.” 他的专业、坦诚、毅力和勇气打动了学校负责人。终于，男人给了那些质疑他的人一个响亮的耳光。他成为了一名教师，而他的传奇故事也将继续下去。这是男人在学校的第1堂课。一个小男孩听到他的怪声，说了一句 Weirdo， 但男人并不在意。他在黑板上写下妥瑞氏综合症，这是他的病。他一一解答孩子们的疑问。就在这时，那个说他是怪胎的小孩擅自离开了座位。男人见状，叫住了他，对他说：“如果你要离开座位，需要先征求我的同意。”小男孩不服气地回到座位上。Weirdo。其他老师告诉男人，这个小男孩身上有很多毛病，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等等，建议男人把他转去特教班。但男人却说自己不能这么做，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有一次，小男孩趁男人不注意，再次偷偷溜出教室，并在门上写了一些脏话。男人发现后，惩罚小男孩把门清理干净，并且放学后留堂。但随后，男人又说了一句 ：“But you do get an A for spelling.” 小男孩没想到老师会夸自己，腼腆地笑了起来。放学后，男人拿了一本书让小男孩读。小男孩说他讨厌读书。
男人说：“我也是。”小男孩不相信，你是老师，怎么可能讨厌读书？为了让小男孩相信他说：“你扮演我读书，我来扮演妥瑞氏症。”小男孩拿起书开始念，男人就在旁边不停捣乱。Upon a time there was a... That itches. Does it itch a little bit? There was a... Hey, Thomas! 终于，小男孩理解了他。原来这个老师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正常读书。男人看着小男孩说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in books. I just have to work extra hard to get it out. I'm not going to give up on you, buddy. Okay? And I'm not going to let you give up on yourself. 在男人的鼓励下，小男孩一字一句地读完了课文。终于，他变得不再讨厌读书。就这样，男人一步一步走进了这群孩子们的心。大家都很喜欢这位奇怪的老师。一次放学，一个小女孩跑到男人面前说，她很喜欢他的帽子。男人说，她很喜欢他的发型。谁知小女孩却说，因为吃药的原因，她头发才会这么短。男人愣住了。小女孩的母亲告诉她，小女孩正在接受化疗，希望男人可以暂时替她保密，尽量给女儿创造一个正常的环境。后来，小女孩无法来上学了，男人组织孩子们给她写卡片，为她打气。再后来，小女孩还是去世了。追悼会那天，男人站在教堂外徘徊，不敢进去，他害怕自己的怪声影响仪式的进行。这时，小女孩的妈妈走了出来，对男人说 You were her favorite teacher.Please don't leave without saying goodbye to her. 男人怀着沉重的心情走进教堂，坐在了小女孩父母身边。这一刻，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悲伤，还有被人尊重的滋味。1年后，男人获得了年度最佳教师奖。上台领奖时，由于情绪激动，他又开始抑制不住地不断发出怪声。但这一次，没有嘲笑，也没有讽刺，每个人都在为他默默加油。男人感谢了父母、朋友和同事，是他们的爱和支持才让他走到今天。但他更要感谢的是他这辈子最难搞也最执着的老师，那就是妥瑞氏症。病症没有打倒他，反而让他变得更坚强。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她是一位单亲妈妈，儿子还有点特殊，是大家眼里公认的怪胎。这天，母亲被校长约见，校长说男孩经常扰乱课堂秩序，劝他退学。母亲说孩子控制不了。校长说你别被孩子骗了。母亲生气地站了起来，反驳道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呢？然后拉着男孩离开了学校。他不相信儿子会撒谎，于是来到了图书馆，借了很多医学方面的书。在翻阅了很多资料之后，他终于找到儿子发出怪声的原因。原来他是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妥瑞氏综合症。他将孩子的情况告诉了医生，但医生说这种病无药可医，并且会伴随患者的一生。听完这句话，他终于难受地哭了起来。儿子看到妈妈如此伤心，懂事地安慰她说 It's okay, Mom. I'll get through this, all right? 母子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虽然儿子的病无药可医，但他并没有放弃。他费尽心力找到了这个病患的互助团体，希望可以向他们学习患者如何正常生活。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很多这个病的患者，每个人有着不同的症状，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基本都是在家待着，很少出门，一辈子都在躲躲藏藏，没有人想要尝试改变，被人接受。一个患者家属得知男孩还在学校上学后，对母亲说，上学对他们来说是浪费时间，还建议他趁早将孩子接回家自学，但母亲却不这么认为，果断带着儿子离开了这里。虽然在互助小组没有得到支持，但是他让儿子认识到了那些人向疾病妥协，但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正是他的努力支撑着儿子一路坚持了下来。在得知儿子想当一名老师之后，他也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质疑他，而是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当看到儿子面试屡遭拒绝，自暴自弃后，他故意刺激他说，不然你干脆放弃好了，回家我养你。果然听到这句话，儿子急了。 I am not letting Tourette's win. Really? Yes, really. Look, I'm never going to give up. I have to find the right school. You will, Bobo. You will. 后来，儿子谈了一个情投意合的女朋友，却担心自己最终会伤害到女孩。他看着儿子说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hurt either of you is if you let Tourette's drive her away from you. If you let it win.
可以说，他是儿子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正是他的爱与支持，让儿子可以始终保持乐观，无所畏惧地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一切。这是一个真实的励志故事。男主原型和女朋友结了婚，继续做着他最喜欢的事。To never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chasing your dream. From working or playing, falling in love.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独立鱼，记得点赞关注，陪你看电影。